大家好，我是华博，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操作。我这几天陆续把股票清仓了，港股就剩下阿里巴巴， A 股剩下黄金 ETF， 美股的 Facebook 上周也出清了，还剩下 GLD、奥迪斯、微软、迪士尼还有蔚来。说起 A 股还真是让人生气，美股又创新高了， A 股自己不争气就算了，还拖累港股一起下跌。上证指数3450这个前高几次都破不了，按照之前的套路，到了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回调了，加上跳空高开低走了，收了垂直线，成交量还比前一天放大，不知道又是谁在打压股价。不过从形态上也不难猜到要回调，7月开始股价的走势形成了三角形，股价就在这个三角形里面上下波动，估计要走到三角形的尽头才开始做突破。再看看沪深300指数，8月28日阳 K 稍微贯穿了前期的高点，连接了压制线。昨天呢跳空高开低走，昨天上午还说这个跳空直接突破了主力线，结果白高兴一场，下午收盘略有乌云盖顶的感觉。从目前这个三角形来看，价格一底高于一底，但是高点没有超过前高。上证和沪深这种在压力线位置盘整的情况，说明多头的力量在挑战前高，但是遭到大力的打压。话说回来，昨天的走势，上午整个账户赚了大概是 1%， 下午就回吐了。看到 K 线这样的形态，就不打算跟它耗时间了，幸好赶紧清仓，收盘之前又跌了不少。那么回笼的资金就买了国债逆回购，股票就等着机会再开仓吧。当时我在想，是不是洗盘隔天就会涨回来呢？那当然是有这个可能的。新汽车 ETF 今天上午就涨了接近 4%， 但是白酒 ETF 跌了 4%， 不过这个大跌也是正常的。昨天在压制线出现这种放量十字星，看见不跑才怪了，也算是逃顶了。美股方面， Facebook 在8月27日跳空低开低走，最后呢收高位的阴线，说明空方的力量非常强大，而多方的力量在前一天的拉涨的时候已经用完了，所以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。最近2天的 Facebook 股价横盘调整，正好被5日均线和通道顶部支撑，只要股价在5日均线上方，仍然算是强势。那么这些高位出清用了什么方法呢？主要就是用主力线、K 线、成交量、RSI 的配合应用。先来看 A 股，是利用主力线、K 线、成交量的组合来判断走势的。其实前面也提到了，在接近前高的位置遇到很强的阻力，指数先跳空高开再往上攻，但是很快就被空方打压下来，而且收盘价比昨天的位置还要低。这个阴 K 线的倒锤子在形态上告诉我们，由于前一天价格大涨，昨天开盘的时候市场充满了做多的情绪，所以高开高走，试图突破上方的压制，但是空方的力量也很大。一方面之前高位被套牢的资金在卖货，而且主力也需要收集更多的便宜筹码，最后就造成了股价的下跌。其实也可以把这个倒锤子看作是一根大的阴线，整体的下跌幅度跟8月19日那根阴线差不多。那昨天的成交量也有所放大，高于前一天的成交量，也高于50日的平均值，说明抛压非常厉害。加上前2次都在遇到主力就掉头，判断市场这次将会再次自我应验，出现回调。那大盘是众多细分板块的组合，所以板块肯定也会出现相似的情况的。白酒 ETF 是我重仓的一只股票，这次同时利用了主力线、K 线、成交量还有 RSI 来判断卖出信号。从股价图可以看到呢，价格在连接到以往高点连接的投射线以后回落，并且出现了上影线，说明了这个位置确实存在压力。这个阳 K 线的倒锤子情况比大盘要好一些，不过呢，配合成交量来看，还是属于高位放量滞涨。RSI 没有回落，但是处于超买区域。虽然 RSI 在超买区域不一定是转跌的信号，但是指标反映了近期的价格有些过热了，随时有可能调整。如果大盘下跌，其他的个股估计也会有不同的下跌。这样配合几个情况，先全部卖出止盈。这里的心态很重要，万一股价在卖出之后继续涨，
也不应该抱怨，因为浮盈只是数字，一天不了结都不是真正的获利。再说一下 Facebook， 这是使用主力线 K 线和 RSI 做止盈讯号的。K 线形态前面说过了，属于高位晕线，是多方力量耗尽没有办法抵抗抛压的形态。不过有时候出现这种形态，股价也不一定会下跌，所以要配合其他指标做分析。在股价图可以看到，以往高点连接投射的主力线对价格造成了压制，加上 RSI 在超买区已经掉头了，所以判断股价会有所下跌。那我会等它守住通道顶部之后再买入。总结一下，首先呢，看空的 K 线形态预示了股价可能下跌，因为 K 线形态反映了交易行为，但是出现看空的讯号也不一定是会下跌的，需要配合其他指标来分析。第二呢，是找出趋势支撑和阻力的重要性。股价呢，在某些位置出现看空的讯号，比如倒锤子、乌云盖顶等等，往往是由于遇到过往价格连接的趋势阻力的。这个时候需要从更高的时间图来找出这些趋势，用来判断股价是遇到阻力还是上涨途中的休息。第三呢，就是 RSI 超买不代表即将回调，超买区代表了价格上涨比下跌多而已，这是一种动量指标，但是它本身不反映趋势的变化。如果 RSI 在超买区掉头，那就说明价格上涨的动能开始减弱了，但是还需要配合主力 K 线才能够判断可能的走势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了，如果影片对你有用，记得订阅、点赞和分享给朋友，下次见。